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一款椰奶酥，这款椰奶酥啊也是片头中出现过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吃椰奶味酥酥的糕点啊，特别的受欢迎。那今天就来分享这款椰奶酥的制作方法。首先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就是家里最普通的面粉，加入30克的黄油，水的分量是180克左右。那这样就把材料和成一个不沾手、不沾面盆、光滑的面团。现在天气回暖了，面团盖上一张笼布，松弛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准备包酥用的黄油，这份材料选择的是大概120克的片状酥油。那取来一张油纸，把这个片状酥油包在里面，给它擀成薄薄的一片。之前也分享过几款开酥类的糕点。那之前呢，很多朋友提出的问题是开酥的时候黄油都漏出来，或者是醒发或者是烤的时候黄油也会漏出来。那这个黄油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好开酥，可以选择这种片状酥油，其实也是黄油的一种。那对经验不足的朋友来说，用这种材料它的成功率会大很多。大概擀成了有长宽20公分吧，然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层备用。那接着就来准备椰奶馅了，准备50克的黄油，然后加入白砂糖50克，然后取来刮刀把白砂糖和黄油混合均匀。那混合好之后，接着取来一个全蛋，这份材料全蛋用不了，我们先把它给打散。那打散之后，只需要大概加入1半鸡蛋液就可以。那接着混合这份材料，现在这份材料就比较好混合了，混合到这个白糖融化特别的均匀就好了。混合好之后，加入60克的椰蓉，最后加入20克的奶粉。那接着把这个材料混合成一个团，椰蓉馅就准备好了。如果准备好的材料很难成团，那就加入一点点的鸡蛋液调和一下。那同样准备好之后，放在冰箱里大概冷藏10多分钟。那趁着冷藏的这个时间，就来可以制作了。首先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把松弛好的面团平铺在上面。那用擀面杖把这个松弛好的面团给它擀开，如果擀的时候回缩严重，就是没有松弛好，需要再松弛一会儿。擀的大小就刚好能包住刚才那片状酥油就好了。那这样就把这个片状酥油包在里面。这个片状酥油就和黄油一样，在常温下放的时间长了，它也会成为液体。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好操作，尤其是像这种开酥类的糕点，比较适合新手来做。包好之后，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把包口给它封上。那接下来就用擀面杖，用轻压轻擀的方式，把这个包好酥的面团给它擀开。那擀到它的体积翻3倍就差不多，然后用刮刀把它的边角给它去掉。边角这一块都是面，烤出来会比较硬一些，把它去掉。接着把这个面皮给它叠成3折，然后再用轻压轻擀的方式给它擀开。这个开酥大概要开4次酥，如果我解说的时候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懵一些，这里我就不做镜头的筛减，给大家标一个小序号。那如果在擀的时候感觉面皮特别的软，最好放在冰箱里给它降一下温，这样里面的黄油就会又凝固，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就不容易破酥。开酥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好干面粉，尽量不要让面皮粘在案板上。那到这里一共开了4次酥，直到最后一次擀开，酥就开好了。那最后它的体积大概有24-25公分长，20公分宽的样子。那最后把这个面皮一分为2，用刀把它的边角去一下。那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椰蓉馅儿，把椰蓉馅儿给它攥成长条，然后在这个面皮的中间铺一条。那这样就用这个面皮把这个椰蓉馅儿裹在里面，裹上之后不需要封口，盖在上面，用手轻轻的压一下就好。那裹好之后切成小块，放在烤盘里就可以直接烘烤了。那准备的这份材料呢，大概以家用烤箱的量，大概能烤2盘。准备的这个椰蓉馅儿可能会多多少少剩一点点。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把上火预热到180度，下火预热到16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有热风功能的烤箱可以把热风功能打开。那烤制的时候就可以来制作下一盘了。
那好了，今天的椰奶酥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